Hello，大家好，我是高恩，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这期内容我们对比以太坊，探讨一下派币的原始开盘价，或者说首次登录交易所的价格将会如何去定下来。最后提一个实用的交易参考指标，希望能帮助各位。高恩分享趣人趣事、知识故事、探索未知、实用资源的内容。目前主要跟进 Pi Network， 分享传递思维观点。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记得点亮小铃铛，支持下高恩。我们先来对比以太坊的原始开盘价。以太坊的原始概念首次在2013年到2014年间，由维塔利克·布特林，我们平常叫威神，受比特币启发后提出。在2014年，透过 ICO 众筹得以开始发展。以太坊第一笔有价交易历史记录发生在2015年8月7日，当天被添加到了 Kraken 交易所，价格为2.77美元。之后迎来了最早期的一轮抛售，3天后价格跌至 0.68 美元，随后短期引起了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不幸的又迎来了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状态转冷。最早期的投资者也开始抛售他们在预售阶段获得的代币。在刚才这个阶段里呢，我们可以捕捉到这样几个关键词： ICO 众筹、预售阶段、交易所。这也代表了一个以太坊从开发到上交易所的过程，也代表了之前大部分加密货币的一个发展过程。那以太坊2.77美元的原始开盘价是怎么来的呢？这里我们可以归结为3点。第一点，项目方的前期大会宣传，有不少朋友还都亲历过大会。第二点，早期的贡献者，即包括参与众筹在内的早期投资者的积极推广。第三点，得到了交易所 Kraken 的支持。另外再加一点，应该是 ICO 众筹阶段和预售阶段的数据参考。放在现在看的话，其实比 2.77 美元高的原始开盘价也是有不少的，但考虑到当时的区块链和加密货币的普及程度，这个价格已经确实不算低了。这和以太坊在前期对于社区和市场营销方面的重视是分不开的。Pi Network 社区规模要比同阶段的以太坊更加出色。然后我们顺便了解一下 ICO、IEO 和 IDO。ICO 全称是 Initial Coin Offering， 即首次代币发行。从项目方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使用加密货币筹集资金的方法，保障项目的顺利发展。从投资者角度来说，投资者带着对项目前景的期望参加首次代币发行，进而推动需求，使代币增值，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率。至于 IEO 首次交易所发行，引领了平台币的火爆。 IDO 初始 DeFi 发行，则开启了另一种低门槛的代币分发模式。其实对于 IDO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也更加符合派币的整体过程，即 Initial Digital License Offering， 是企业区块链项目首次以资产数字化产生出来的区块链数字资产，以产品锚定、资产债券、众筹方式筹集的通用数字资产的行为。白话的解释其实就是项目方发起的任务悬赏，大家通过自己的时间、技能等等资源去完成悬赏任务，获得项目方的 token 奖励。一般会需要一个撮合用户和项目的 IDO 平台，比如社交或者游戏等等方式。纵观派友和 Pi Network 的这2年多的时间，很多人付出了时间、精力，甚至自身的资源，有着各自的故事。这种和项目共同发展的方式，可以看成是去掉了融资功能的 ICO， 项目方自己做了社交这块的内容，更加注重共识思想的培养，弱化了财务风险，仅仅是提供了用户可以看广告的方式，况且出现次数并不多，还是用户可选的。接下来我们来看派币原始开盘价将会如何确定。 ICO 众筹方面，放到 Pi Network 中，站在用户角度，可以说派友就是通过自身时间成本、技能成本、资源成本来参与派生态建设的，去掉了融资这项，自然派币原始开盘价也就没有了这方面的数据参考了。然后预售阶段在派币生态中它体现又有所不同，因为所有的派币都是挖出来的，不存在预售。非要对比的话，我更想把易货生态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参考重点。生态共识价格将提供重要的数据依据，
所有内转价格数据能够体现出派友对于派币的共识价格，甚至按照不同阶段、不同地域、不同体量去进行汇总参考。所以你是否是在拖后腿呢？然后交易所这一点的话，参考了异火生态的汇总数据后，项目方再和交易所进行商讨，确定合理的原始开盘价格。当然了，就像上期提到的，也许项目方已经在布局自身的去中心化交易所，但是考虑到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慢速和普及程度，目前中心化交易所还是主流方式。然后是社区支持，这点另外提一下，就像之前派友如何形成寡头垄断的那期内容中提到的，这点如果达成一定的程度或者一定规模，就是对异火生态的支持，进而支撑整体的价格。这里说明一下，这个原始开盘价的确定思路呢，是我参考了新股 IPO 的定价流程，并且结合以太坊的历史去推想的，可能有漏洞，甚至有错误，所以只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也可以加入我们一起探讨印证。然后我们简单看一个交易参考指标，斐波那契回撤。这个指标呢，对于寻找支撑位和阻力位还是很有帮助的。就像这里可以看到右侧的这几条黄线，可以看到这里标出来最上边0.3605.4，括号里边是一个价格0.236，这是一个比例0.618，黄金比例，然后括号里边都是一个价格，用来判断的这个价格的支撑位和阻力位还是可以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TradingView 里边添加体验一下，观察熟悉交易市场的动态。又到了发布寻找高引活动线索的时候了，今天发布第6条线索，频道数字范围2、3、13，所以汇集这些线索，快去寻找高引吧。OK， 本期内容差不多就到这儿吧，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混沌界，菜单栏找到我高引社群，参与我们的讨论。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个二维码，一个电报群，一个微信群，看大家的方便，哪个都可以。我呢也能做到的就是严格控制广告和链接数量，维持社区环境。如果你有了个人布局方向，那更好了，群里私聊我说一声，加入布局资源群，一起探讨实操性以及未来的合作可能。下期内容呢，我们会顺着异火生态聊一聊现在陆续上线的异火商城的状态和一些异火机制可能出现的问题。还没有订阅我的，来一波3连吧！如果你想更加亲自了解、熟悉交易市场，那不妨加入币安交易所，自己去体验、总结自己的一些经验。我会把币安交易所的注册链接放在说明中和评论的第1条，大家按需求自取。我是高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